大家好，我是连。是万万。原本想说今天早上要去美好的吃一顿北京早餐的，结果现在又中午了。这真的不是我们的问题，真的是太累了，所以又10点多才起来。但还好，我们今天找到一个地方叫牛街，它是就是很传统的北京小吃。那我们就可以去里面早餐、午餐一起解决。对，先从豆汁开始吧。我们会不会其实可能在这边吃了3、4样东西，然后根本就吃不下去？豆汁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走，挑战看看。好了，刚才进去之后发现它的豆汁是一个大包装的，然后也没有任何容器，然后也没有吸管可以喝，所以我们就放弃这家豆汁，我们去找其他东西吃。刚才在牛街排队实在是排太久了，我们基本上没有吃到任何东西。然后因为时间有点赶，我要去处理一些其他事情，所以我们就在牛街分开。然后我现在跑来吃这家护国寺小吃，就是老北京非常传统的一些小点心。看看豆汁到底是什么味道，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喝到豆汁。来，先是中午左右，然后大家都在吃午餐，只有我一个人点很早餐的东西。我原本觉得豆汁就是像传闻中说有馊掉的味道，就是太夸张，因为像说臭豆腐很臭一样，就其实还好这样。但我一端上来就闻到真的是有那种酸臭的感觉，不知道喝起来会怎么样，有点害怕。现在就先来实际喝一口。其实它喝起来真的是有酸的味道，但是不会到臭啦，就是有一点发酵的感觉。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是把泡菜的水弄成汤，这个味道真的蛮特别，就是有点绿豆淀粉的味道。然后偏酸，就是有那种发酵的感觉。我自己觉得不会说喝起来想吐，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也不会想再喝第2碗的感觉，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饮料。然后来尝试一下人家说吃豆汁必配的这个胶圈，我先干吃看看。单吃的口感其实就是炸的面团块，蛮脆的，但是就是除了面粉香之外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。沾豆汁搅看麦。沾豆汁之后，其实吃不太出来豆汁的那个酸味，就变成说比较湿润的面粉味道，也还 OK。其实以台湾人日常的口味来说，我觉得豆汁并不算是非常难接受啦，有点偏极端，但是不至于到恶心。最后来吃一下这个豌豆黄，就我其实是看点评前几名的东西，但是它实际上吃起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就是豆沙糕，它的口感非常的绵密，然后有黄豆的香气，其实不会很甜，吃起来还蛮朴素的一个甜点，入口一压就化掉那种。如果要选一个东西当早餐的话，我应该会选这个豌豆黄，就是豆汁跟胶圈，就先谢谢不用。人家说要喝过豆汁才算真的来到北京，这一次喝过之后，真的是感受到北京在地的这种独特的气味。其实蛮推荐大家来北京的话，都来尝试看看这个豆汁。我觉得以台湾人的口味，应该是还可以接受的。那我就接着把这个早餐吃一吃，待会去故宫跟薇薇会合吧。因为刚才吃那个豆汁豌豆黄实在太空虚了，所以就立刻点了一个酱爆鸡来当午餐吃。现在走到故宫外围的这个中山公园这边，然后打算穿过这个公园，要进到故宫的午门去。听说从天安门那边的口走的话，会排队排比较久，因为你要先过一次天安门的安检，所以建议大家从2旁穿过进来到故宫。在穿越中山公园的过程中，就是我发现有一个区域超级无敌多人。好奇跑过来看一看，原来是那种相亲角，就大家都会拿自己家人的资料来这边，就是跟大家互相配对，还蛮有趣的。大家如果有来的话，也可以看一下。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身后那个看板上面有一个2维码，然后你扫了之后，其实台胞证也可以买票，不过支付的方式是用微信支付。所以如果你只有现金的话，可能就要找现金购票的窗口去买。线上买完票之后，用你的台胞证直接当门票入场。入场完要通过一个安检，然后就会来到了午门。这个故宫真的超级大的，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们大概走2个小时可以逛。我觉得还好，现在不是夏天啊，如果是夏天来这个地方，只会崩溃。刚才计程车司机说，就是5、1的时候，你这边来都别想来，就是热就热死你，然后挤就挤死你。所以春天跟冬天可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对，好，我们赶快进去寄包包吧。它
它这个寄存行李的地方是你在入口的时候寄，然后它会帮你送到出口去，你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拿。但是我们刚刚问了一下这个寄存的行李时间，送到出口的时候是多久？他说2个小时。就是你起码要在故宫里面逛2个小时以上，但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时间，所以我们要拖着走。对。看过那个《延禧攻略》还有《甄嬛传》以后，还觉得对这个地方有点熟悉呢。看到养心殿的时候，想说皇上住的地方，帮皇上挠痒痒的地方。那我们要去找那棵树吗？好啊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太和殿，太阳好大哦。这里就是以前皇帝接见文武百官的地方，大家都在跪在下面。养心殿，乾清宫好像是某个人住的。其实如果像我们这样子来随意走走的话，还蛮快的啦。我们大概花了40分钟，已经走到整个故宫的一半的位置了。但其实故宫它其实厉害，就是里面藏物很多嘛，所以听说走个2天也都不为过。你要认真看的话，真的可以看很久。对，但我们今天只能走马看花。这里是保和殿，是3大殿的最后一个。然后刚才看旁边的牌说这个是龙仪，然后这里同时也是以前殿试的地方，就是以前的书生们最高的殿堂。就是皇帝会坐在那个椅子上监督大家。监考官，他自己还要当监考官，好辛苦。太大了，我们只能在影处休息一下。我觉得我眼睛可能再睁开10分钟，我都会灼伤。我现在眼窝超痛的。今天其实已经差不多3月底了，然后天气蛮舒服的，就微凉，但是太阳超大。我们现在到了乾清宫，其实如果你从天安门，然后南门、北门就一路直走的话，其实就是主宫殿。但是我们其实对东西6宫比较有兴趣，你知道里面有很多快乐的妃子。你追我跑员外游戏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往西边走去看看。你站得好时尚哦，可惜行李箱长得有点普通。谢谢你的肯定。我刚才随便看了一下，隔壁就有一个展哎，所以其实整个故宫里面感觉藏了无数个展，但是时间原因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去。我们今天只能稍微参观一下外观的部分。对，我建议大家如果时间够的话，真的要把故宫留1天，你就可以在里面从南走到北，好好走1天，感受一下妃子的感觉。那要 cosplay 吗？要这样。我们刚才一直找不到养心殿，终于在乾清宫旁边找到了，但是还在整修，但没关系哦，你们可以扫2维码，马上进入 VR 体验，不用来北京都可以看。扫我们的影片就可以看到养心殿的 VR 体验哦。好，让我来查一下。先跟各位道歉一下，如果今天我们乱介绍一些宫殿，可以在底下纠正我们，因为我们真的不是那么专业，也没有很用心在了解各个宫殿的历史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永寿宫。先跟大家道歉啦，真的我们没有装懂，我们真的就是不懂。对，我们真的就是来走马看花。启禀娘娘，太后说她老娘不爽见您，所以请回吧。像我们这种出门前很不用心做功课的，就很需要这种板板来告诉我们她到底是干嘛的。真的，我好像看过《和笑故人公主》在那个《延禧攻略》里面吧。完蛋了，我到底有没有看《延禧攻略》？算了啦，你还是不要乱讲话好了。哎，这里好像那个《延禧攻略》里面每次什么皇妃啊，还是什么娘娘要出巡的时候，就会走这条路那个。他们就会都在这条路上，然后相遇，然后开始使眼色，这样。斜度的点。神福宫的英文叫做 Palace of Universal Happiness， 幸福到外太空了，我跟你说。宇宙快乐的宫。
原来咸福宫是这个意思，棒棒。一路来到日花园，现在我们要去找一棵神树给它挠痒痒。这一棵怎么样？奴才给神树挠痒痒。御花园果然就是御花园，超漂亮。你是御花园记录专家吗？简称御记家。你有拍到皇上吗？来到这边呢，首先看到这个树啊，拍皇上。嘿嘿。来员外游戏啊！好热，玩不起来。顾名拍手。大家来故宫很喜欢拍这种砖红的墙，它拍起来真的蛮好看的，而且很有故宫的标志性。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找一些比较有变化的地方，因为如果全部都是红墙的话，其实蛮无聊的。你可以找一些有大片阴影的，或者是这种有树影，就是色彩斑斓、光彩斑斓的地方，就拍起来会比较有变化。或是一些有趣的瓷砖，然后有一些雕刻的门。对，其实整个故宫都蛮好拍照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照片示范。恭喜魏魏期满出宫。25岁的宫女可以出去嫁人啦！那你要嫁给谁？我要嫁给动车，我们现在要赶动车，不要玩了。我们在故宫里面走马看花，大概也花了快2个小时，其实真的蛮大的。对，就是从南边走到北边，你不做什么，其实也差不多要1-2个小时。其实真的蛮推荐大家拨一天的时间来故宫参观，里面真的是非常大、非常金碧辉煌，然后很多很特别的建筑，都是真的蛮值得参观的啦。对，但大家真的要避开节假日哦，因为就连北京的朋友都说节假日他们都不敢看这里，对，就是人山人海。对，很推荐大家来北京吃在地的食物，然后感受一下北京这个雍容华贵的气息。而且我觉得北京的人都超级热情的，就是我们遇到所有的计程车师傅，然后还有包括路人，就会说啊，姑娘你先走吧，就是这种非常怎么讲，就是非常热情。然后因为这一次来时间很短嘛，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都还没尝试到。对，大家如果有想介绍我们下一次要干嘛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对，好了，那我们差不多去赶火车啦，那就下次影片再见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订阅我们，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 Instagram 跟 Facebook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快走。